别再用孝顺毁掉自己的人生，有的时候绝情也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的。听到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种大逆不道？但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你越是顺着父母，他们越是觉得你不懂事儿，你越是能够忍辱负重，他越是把所有的压力都推到你的身上。现在凌晨12点半，我从我一个亲戚家吃饭刚回来，有感而发哈，是因为什么事儿呢？我回来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啊，我看到我表姐躲在了一个房间里边，偷偷的去哭，但是还不敢发出声音。我表姐呢，30岁，我都不知道她在这种家庭里面活得有多么的压抑。在我的印象里呢，我的表姐30岁，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乖乖女，学习成绩不错，不出去疯玩，听父母的话，然后干点家务活啊，上了大学还能够勤工俭学。上完高中之后呢，家里让她去读师范，然后呢，她就考了一个师范的大学。本该留在一个大城市然后拼命的想着有自己的发展，干了也有3年的时间，工资呢也有1万多块钱左右，养活自己不成任何问题，甚至有的时候还给家里去补贴一点儿。就是因为30岁了，他的妈妈让他辞去了本该现有的工作，回到了现在的小县城。因为他从小的教育就让他不敢去拒绝，所以呢就辞掉了工作，退去了房租，回到了这个县城里面。工作呢当然不好找，大家都一样。回来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也没有正式的去上班，天天在家里被催生催婚。一个月他的妈妈能给他介绍5、6个得多么的夸张。他的妈妈甚至还说了一句话，当初就不应该让你读这么多的书，都读傻了，婚也不结，孩子也没有，都回来有半年的时间了，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工作。他付出的全部换来的却是更多的一个控制。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善良若是没有锋芒，就变成了软弱，温柔若是没有了底线，就变成了一个纵容。而绝情其实是一个成年人最该学会的一种自我保护。说到这儿我想起我和我一个光着屁股长大的一个朋友，当然她也是个女孩。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一共是3个人，当然我们2个人呢玩的关系是最好的，因为另外一个人他是年级第1名，我呢也是第1名，不过是从那边数的。那我这个朋友呢是年级前10。我记得当时非常的清楚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动不动就骂他什么呢？你的脑子蠢得跟个猪一样。所以他不想被他妈妈骂，拼了命的考到了年级的前10。我清楚的记得考到年级前10的那一天，他高高兴兴的拿着奖状回到家，跟他妈妈说我考了年级前10名。结果却换来了什么呢？他妈妈跟他说，只是运气好罢了，你下次一定能考到前10吗？后来毕业之后呢，他也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工作，一个月也是有个1万多块钱的收入。他的妈妈还在念叨，你看隔壁的那个谁谁谁比你有出息多了。说的那个谁谁谁就是当年的那个年级第1名。但是他的妈妈从来都不会讲年级第1，他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我们当地一个钢材的一个董事长，他的孩子小学毕业之后就去了澳洲留学，甚至都没有上过初中和高中，甚至都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留学之后回来就在自己的父亲的公司里面当了一个总经理，依靠着他的父亲的人脉和资源这各个方面的加持下吧，在我们当地呢确实拿到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包括现在过得也是非常的好。然而我这个朋友他妈妈依旧在商场里面当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服务员。当然我并不是歧视什么东西，我只能说有些父母的爱他早就已经变了味道了，像裹着糖衣的一把刀，用为你好来绑架你，用愧疚感来控制你，你越妥协他们就觉得你越比较好拿捏。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网名叫做豆豆妈的一个抖音号的网名，
在一个父亲带着女儿去欧洲旅游的一个视频下面做了一句话的评论，当时还火了。他是这样说的：你的孩子都上小学了，现在不让他好好学习，却带着孩子到处玩，把孩子读书耽误了，以后考不上一个好的学校有你着急的时候啊！你应该尽早让你的孩子学会吃苦。这位爸爸的回复也是一句经典啊！各位，你们还记得不？我女儿走的是国际生路线，中考高考都不需要，初中我就把她送到英国去读私立，我的孩子不需要吃苦，家里的钱呢3辈子他都花不完。你不是焦虑孩子的成绩，而是你焦虑自己不能给你的孩子托底。我相信如果不是互联网这个网络时代的存在这两个家庭这辈子都不可能产生正面的对话。然而我记得我们上次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又聊到了这个事情了，可能是回想起来嘛，他就说他现在学会了心狠，他的妈妈如果再贬低他，他就笑着回他妈妈一句话说我开心就行。然后呢，他的妈妈如果再催婚催生催他回家相亲他就给他妈发一个红包说妈你们多吃一点好的。结果呢，他的妈妈反而开始小心翼翼地问他的姑娘累不累，在外面自己照顾好自己。真的当你不再低声下气去讨好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的把你当做一个人看。之前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你的父母也嫌弃你穷。大家真的值得深思这句话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粉丝在后台给我留言我也是正好看到，他说他今年26岁，在大城市白天工作，月薪8000，周日呢跑外卖然后呢晚上还去跑代驾挣2点闲钱嘛支持自己全家的开支。前几天呢，他因为操劳过度就是太累了住了几天医院，他的父亲都没有问过他一句话。如果说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如果你的生存都出现了问题，那么所有的家庭责任都是道德绑架。当然大家可以骂我说我教人绝情，教人不孝，不顾亲情，但是我想问，如果这个哥们真的垮了，他的父母谁来给他们兜底？如果说这个哥们不到30岁就落下了一身病，他的父母又该有谁给他们养老？最糟糕的是，在原生家庭里面绝情，他不是自私，而是把有限的精力死死的焊在自己的成长上面，先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跟，将来才有可能真正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绝情不是绝义，不是不孝，而是对自己有自己的主权选择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早日的反哺到你的家庭里面，否则只会不断的消耗你自己，陷入一个无限的一个悲剧的循环之中。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全世界的，是先好好的爱自己，对伤害你的人去绝情，才是对你自己最大的一个仁慈。我相信随着这个时代它越来越清醒，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我今天说的这句话。